好，各位同学，大家好，我是理查老师，欢迎大家来到 YouTube， 跟我一起学习中文。今天是2025年的8月4号，我们来学习新 HSK 第4集的词汇。好，来听老师的直播课，记得帮我点赞支持我。你也可以成为我的会员，加入老师的会员，1个月只要1杯咖啡的钱，就可以支持我的工作。好，欢迎 Alexander、裴静、林子跟美丽，欢迎大家。那我们上个星期学到了规律这个词汇，今天我们来学习规模。好，那这个今天当然还要学习一些关于规律的用法啊。好，艾云欢迎。好，那么我们就开始吧。上个星期我们学到规律就是必然的关系和顺序。什么意思呢？就是可能在某一个时间就会发生某一件事情，这个叫规律。可能你的生活可以很规律，你的作息可以很规律。什么意思呢？作息就是像你的 daily routine， 比如说你6点会起床，7点会吃早饭，8点要上班，9点做什么事情，这个是你规律的，这个时间就会做这件事情。所以你的生活，你的作息很规律。好 KTH 欢迎，还有春娇、慧君、雅玲欢迎。好，那这个规律除了用在生活作息上面，我们还可以用在大自然。什么意思？比如说太阳每天都会从东方升起，西边落下，那这个也是一件规律的事情，所以可以用在大自然。好，我们来做题目。科学家正在寻找运行。好，运行是什么意思呢？就像太阳从东方升起，西方落下，这个是太阳运行的方式。好，运行。好，运行就是怎么样移动，怎么样移动，然后怎么样变化的一个过程或路径。好，宇宙 universe 宇宙的规律。好，宇宙地球以外的空间，宇宙非常大，对不对universe。 好，请问这题答案是什么？有一点难了好，裴静第一名，裴静说科学家正在寻找宇宙运行。宇宙是怎么样移动的？宇宙是怎么样运作的？宇宙运行的规律。答对了，非常好。好，所以科学家目前还不了解宇宙是怎么运行的，所以他们必须找出宇宙运行的关系、顺序，还有它的路径，它是怎么移动的，它是怎么变化的。好，林子很棒，科学家正在寻找宇宙运行的规律。好，大家都答对了，没想到这题没有难倒大家。我们来看第2题。好，并不发生 happen 发生地震的。好，这个 earthquake 地震。好，我们最近日本跟俄罗斯之间有发生一个地震，对不对？规律。好 OK， 所以现在的科技无法预测。好，现在的科技，好 technology nowadays， 现在的科技无法预测这个词非常的重要，就是 predict。一般来讲，预测是预测未来的事情，还没有发生过的事情。如果我说后天会下雨，后天还没有来，所以理查老师预测后天应该会下雨。如果你预测一件事情
通常这件事情是还没有发生的啊。好，蓝墨欢迎 ，OK， 好，Henny 说科学家正在寻找宇宙运行的规律。好 ，OK， 没问题。好，这题的答案，很好，答对了。地震的发生很好，并不规律。好，这个并是用来强调否定字的，这里的否定字是不，并通常是用来强调否定字的，它本身是没有意思的。好，并不规律。好，这边我们用的是并不规律，答对了。Alexander， 地震的发生并不规律。非常好，答对了。这里的发生是一个名词occurrence。好，地震的发生并不规律，所以我们现在没有办法知道什么时候会有地震，地震会在几点几分的时候发生，这个是没有办法预测的。现在的科技也没有办法预测到这件事情。好。OK， 并不是用来强调不的好，大家都答对了。科技这个词也很棒 ，technology， 请大家学起来。科技，像这个之前有人预测日本会发生大地震，那个只是预测，对不对后来其实也没有发生后来没有发生好，我们再来做一题，老李观察。Observe， 观察就是仔细的去看，仔细的去听，然后去了解什么事情会发生，或者是有时候你会观察昆虫，对不对？有时候你会观察花草树木，观察就是你很仔细去看，很用心去听好，股票市场。你们有没有投资股票呢？股票市场 stock market 的变化 OK， 变化就是 change， 对不对？老李观察股票市场，你可以叫它股市，也可以简单的说股市就是股票市场的意思。老李观察股票市场的变化，其中 like in it。Among it, in it， 其中想找出 wants to find out 的规律。好 ，OK， 如果你有投资股票的话，你一定会想要知道股票什么时候上涨，什么时候下跌。如果你知道这个规律，那么你就知道怎么赚钱了，对不对？好，裴静答对了，艾云也答对了。老李观察股票市场的变化，老李想找出其中的规律 The pattern in it, the pattern among it。 好，其中的规律，答对了。好，慧君也答对了，很好。Hardwin， 老师没有投资股票老师观察股票市场的变化，想找出其中的规律，很棒。OK， 很好。好，广告时间，请帮老师点赞、订阅、分享，每个月$2，请老师喝咖啡，成为我的会员 YouTube member。林子说他想当老李的徒弟，林子的意思是他也想要投资股票，他想要跟老李学习怎么投资股票，对不对？老师现在想要投资加密货币，像比特币、以太币，所以如果有同学了解加密货币的话可以跟老师联系老师现在想要投资加密货币，但是我还不是很了解怎么投资好，如果有同学知道老师我告诉你有一些加密货币会赚钱，请你告诉老师好 OK， 我们看一下下一个词汇，规模
有同学叫王帅文，好，帅文你好。规模，对，加密货币 ，cryptocurrency 啊，规模，好，这个词比较难哦，通常它讲的是事物的大小、范围或程度，比如我们刚刚提到地震，地震的规模 ，OK， 表示the scale of the earthquake， 规模可以用在灾害上面，也可以用在，比如有人他在工厂工作，那工厂的规模有大有小，学校也可以用，有的学校比较大，学校的规模很大，有的学校比较小，学校的规模很小，地震的规模很大，地震的规模很小，所以规模可以指事物的大小、范围或程度 size、range、degree。 OK， 好，这次地震的规模很大，这次地震的规模很大，所以规模第一个可以用在天灾上面啊。好，你可以说台风的规模很大，台风 typhoon， 龙卷风 tornado， 龙卷风的规模很大，可以用在天灾上面啊，自然的灾害上。好，那各位同学，这次地震的规模很大，你看房子都倒了哦，房子都因为地震倒了。OK， 好，加密货币Bitcoin 应该是比特币啊，加密货币应该是 cryptocurrency 啊。好，就是比特币是一种加密货币，规模不是 impact， 艾云。impact 比较是影响或冲击啊，谁帮我打一下 impact 影响，像 influence 冲击 impact， 我们才会说这个才会用 impact 啊，冲击或者是影响啊。好，规模指的是事物的大小、范围、程度，很好，影响啊。你可以用企业，企业的规模很大，企业的规模很小，公司的规模很大，公司的规模很小。好，有同学订阅我的频道哦，谢谢。工厂的规模很大，工厂的规模很小啊。对 ，cryptocurrency 啊。好，老板 boss， 老板，工厂的，对 Benny 很好，影响或冲击。老师打给你们看哦，冲击。冲击击怎么打？击啊，算了，我打繁体字好了。冲击，好，或影响啊，这个才是 impact 的意思哦，冲击。好，老板，工厂的，扩大，想，规模。好，那老板赚钱了。他想要让工厂变得更大，然后才有更多的工人可以在工厂里工作。所以老板现在想要做什么事情呢？答对了 ，Charles 跟这个魏军，老板想扩大工厂的规模。好，这句话的意思就是老板希望把原来的工厂改建，把工厂建得更大，这样子才有更多的工人可以在里面工作。Hello， 月莹来了。老板想扩大工厂的规模，对，好，各位同学，所以你也可以说，老板想扩大公司 company 公司的规模。好，你可以说校长 the principal schoolmaster， 校长想扩大学校的规模，可以。校长希望学校可以改建变得更大啊。好，校长想扩大学校的规模也可以哦。好，所以这个规模可以用在企业、建筑上面，学校也是建筑，对不对？哦，好，再来，我们规模还可以用在天灾 disaster， 像地震 earthquake， 台风 typhoon。
tsunami 海啸，对不对？海啸的规模很大，可以用在天灾上面啊，龙卷风 tornado 啊。好，实验 experiment 实验的规模很大，实验的规模很小。好，实验活动上面，哇，这次的活动规模很大，表示哇很多人来参加，对不对？这次的运动会规模很大，好，所以可以用在活动正式的活动上面，也可以用规模。好，那么我们对洪水也可以很好运营，洪水的规模很大啊。好，抗议活动，什么叫抗议？抗议，你可能对某一个现象或某一个政策不满意，所以你会找一些人过来跟你一起抗议。你可能抗议政府，你可能抗议其他的人，可以抗议政策，可以抗议你的老板，对不对？可以向你的老板抗议。好，抗议活动，这是一个名词哦，抗议活动是个名词。好 ，like protest activity, rally, protest rally。好，抗议活动的扩大，逐渐 ，little by little。什么叫逐渐？慢慢的，慢慢的啊，逐渐规模。好。对，可以是什么什么革命的规模，可以 revolution 可以啊，革命很好，革命的规模逐渐扩大。好 ，OK， 所以很好，月莹、裴静、Charles、蓝墨、Alexander、Hardwin 都答对了。好，正确答案是抗议活动的规模逐渐 gradually 慢慢的扩大。所以各位同学发现，可能讲到规模，我们会用扩大这样的动词，就是变多了，变大了。好，罢免活动，对，没错，罢免活动的规模逐渐扩大，抗议活动的规模逐渐扩大。好，逐渐缩小，变小吧。抗议活动的规模逐渐变小，我可能会用变小，我不会用缩小。缩小一般用在具体的体积上面。好，我可能会用变小。抗议活动的规模逐渐变小或逐渐停息。好，就是 gradually decrease, gradually stop。我会用变小 decrease， 或者是停息，就是慢慢的没有了，慢慢的没有了。好 OK， 那么今天的课就到这儿，我们明天来听故事，明天是我们的说故事时间，各位同学明天记得准时来参加老师的直播课。那么我们明天见咯，大家晚安，早一点休息，拜拜。